老公出轨3年，但我离不开他，因为我有重度神经性厌食症，只能吃得下他做的饭。小三一通电话打来，他就能把我抛下5天。5天后，老公推开家门，施舍地把保温盒扔到我面前。饿得受不了了吧？特意给你熬了你最爱的海鲜粥。见我不理他，他自信地笑笑。别犟了，除了我，谁能养活你？但他不知道我已经能吃下别人做的饭了。于是我不要他了，可他却慌了。手机屏幕按下来，我把霍野发来的消息收好。陆怀正将那碗海鲜粥推到我面前，热气升腾，鲜味扑鼻。曾经闻到这个味道，我会觉得被整个世界温柔接住，现在只觉得一股酸涩直冲喉头。怎么饿了5天嘴还硬？他笑着看我，一脸笃定，那种笃定我太熟悉了。他知道我的厌食症，只认他做的饭菜，知道我离了他连一口饭都咽不下，所以他有恃无恐，所以他出轨3年，从不担心我真的走。10年前，我从那个暗无天日的地窖里被人救出来，瘦的只剩骨头，什么都吃不下，所有食物进了嘴就会呕。医生说是重度神经性厌食症，可能一辈子都好不了。18岁的竹马陆怀站在病房门口，端着一碗粥。是我做的，吃不下就算了，别勉强自己。我试了，居然咽了下去。那是我被关进地窖之后第一次正常进食。他高兴得像个孩子，在医院走廊里跑了3圈。后来他说要养我一辈子，1日3餐，他做到了。直到3年前林若若出现，他开始彻夜不归，开始对我的眼泪视而不见，开始用离了我你就得饿死来封住我所有的反抗。饭还是那碗饭，人不是那个人。我站起身，从包里掏出一份离婚协议书，放在粥碗旁边。陆怀，我们离婚吧。签名栏里我的名字已经签好了。他嘴角的笑凝住了一瞬，然后拿起协议扫了2行，随手扔回桌上。苏黎又来这套，换了个新花样。我指着协议上的条款，明确表示自己净身出户，房子、存款、车什么都不要，唯一的条件是把雪球留给我。雪球是我养了6年的折耳猫。陆怀不回家的那些夜晚，他趴在我腿上打呼噜，是唯一的体温。陆怀听完，从上往下施舍给我一抹笑，反问我是不是当真。他掐灭烟头，慢慢走到我面前。离开我你吃什么？喝西北风还是啃树皮？你那个胃去外面随便吃一口就得吐到脱水，没有我你撑不过几天。他每一个字都精准地扎在我最软的地方，因为他笃定这些都是事实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，丢在离婚协议上。行了，别闹了，卡里有钱，饿了就叫外卖，虽然你也吃不下。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眉眼瞬间揉下来。若，胃又疼了，别怕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挂了电话，他拿起车钥匙，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他连看都没看那份协议一眼。粥别浪费了，我专门给你熬的。屋子里只剩粥面上缓缓破裂的气泡声。我看着那碗粥，看了很久，然后端起来倒进了水池里。打开手机，给律师发了消息，他不肯签字，准备起诉离婚，我1天都不想等了。发完消息，我又点开霍野的对话框，他的头像是一片金色的稻田。我把他发来的 B 超照片放大，看着上面2个小小的轮廓。陆怀，你以为全世界只有你做的饭我能吃，可你不知道，3个月前在1000公里外的那个小山村里，一个满手老茧的男人给我盛了一碗小米粥，我喝了整整1碗，一口都没吐。第2天我去医院妇产科拿安胎药，出来的时候沈婉已经在门口等我了。他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朋友，一见面他就带着怒气指责我没良心，离婚这么大的事，昨天才告诉他。我笑了笑，刚想说话，他眼眶鲜红了。那个畜生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当年追你追得跟条狗似的，现在呢，养着个小的在外面拿你的病要挟你，他算什么东西？没有你，他当年连大学都考不上。他越说越激动，我赶紧拉住他，告知他自己已经在走法律程序了。沈婉瞪着我，满脸的不放心，反复确认我是不是真的决定了。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，他又忍不住担心我的厌食症，怕我离了陆怀不知道该怎么活。所有人都觉得我离了他会死，包括他自己。我拉住他的手放在我还平坦的小腹上，告诉他即将要当干妈了。沈婉瞳孔猛地放大，震惊地质问我是不是还留着陆怀的种，还说他都出轨了。我简直是疯了，我连忙否认，告知他孩子不是陆怀的。沈婉声音拔高，满脸的不可置信，旁边几个护士都看了过来，我赶紧捂住他嘴，让他小声点。我接着告诉他孩子是霍野的，而且是双胎。沈婉张着嘴半天没合上。霍野就是那个在乡下种田的。我点头，提到他的名字时嘴角不自觉地弯了起来。他暗恋了我很多年，3个月前陆怀又去找林若若的时候，我去乡下散心碰到他，就有了现在的一切。沈婉的表情变了好几轮，从震惊到不解，最后变成了欣慰。他眼眶红红的，狠狠掐了我大腿一把，直言我瞒得够深，还接连追问霍野靠谱不靠谱，对我好不好。他做的饭我吃得下。就这一句话，沈婉什么都懂了。他抱住我，使劲拍了拍我的背。行，那就离，趁早把那个姓陆的甩了。话没说完，走廊拐角传来一阵娇滴滴的笑声，我偏头看过去，整个人僵住了。陆怀正从肠胃科走出来，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扶着身边的女人。林若若妆容精致，一袭白裙，靠在他肩膀上，笑得温柔。而陆怀看他的眼神满是心疼，那种眼神我3年没在他脸上见过了。沈婉也看到了陆怀和林若若。好啊，仇人见面了。他抄起手里刚买的热奶茶，大步冲过去，一杯滚烫的奶茶直接泼在陆怀脚边。陆怀，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，放着家里的老婆不管，跑来陪小三看病，你他妈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林若若吓得缩到陆怀身后，眼泪说来就来。怀哥，他好凶，我只是胃不好，你陪我来看看而已。他这才好像突然看见我，红着眼睛委屈地说：苏黎姐姐，你误会了，我和怀哥只是兄妹关系。沈婉被林若若不要脸的话气笑了。兄妹，
你们哪门子的兄妹搂搂抱抱？我看你是妹不够，还想当嫂呢。说着，沈婉伸手就要去扯林若若的头发，陆怀脸色一沉，一把将沈婉推开，力气大的让沈婉踉跄了好几步，差点摔在地上。沈婉，你连自己老公都管不住，有什么资格在这多嘴？周围的人看向沈婉，眼神带着探究、好奇、同情、嘲笑。沈婉的脸色瞬间白了，她老公出轨的事一直是她最深的伤疤，而陆怀当着走廊所有人的面精准地戳了上去。我看到沈婉眼里的光碎了，下一秒我冲上去一巴掌扇在了陆怀脸上，声音很脆，走廊里一下子安静了。林若若尖叫起来：“你个黄脸婆，凭什么打他？”我转头看她，在她嘴还没闭上的时候，第二巴掌重重落在她脸上。林若若捂着脸，眼睛瞪得老大，不敢相信我动手了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当了别人的小三，还敢在正主面前叫唤，你是没爹叫还是没妈养？林若若的脸涨得通红。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？你就是个靠男人做饭才能活命的废物。我毫不客气地回对了他一句，也只有你这种人才会把别人嚼过的甘蔗当蜜糖。林若若恼羞成怒，突然扯着嗓子在走廊里喊了起来，我的心跳停了一拍，她没有停下来，反而变本加厉地嘶吼。你被你亲爹亲妈锁在地窖里饿了整整7天，靠吃地窖里的死老鼠才活下来。你心里扭曲，吃什么吐什么。要不是怀哥心善救了你，你早他妈死了。走廊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过来，有好奇的，有震惊的，有嫌恶的。我站在原地，浑身开始发抖。这件事我只在一个夜晚哭着告诉过陆怀一个人，他搂着我说，过去了，我们都遗忘了，好吗？天不知地不知，你不知我也不知。而现在他把我扒开皮肉才敢说出口的痛当成笑话讲给了小三听。我双眼赤红的看向陆怀，他的目光闪躲，然后冷着脸反问我，难道若树说错了吗？要不是我这些年给你做饭，你早就没命了。我救了你的命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他语气里没有一丝愧疚，好像他救过我的命，我就该一辈子跪着感恩。我笑了，陆怀，你真恶心。说完我转身要走，就在转身的瞬间，林若若伸脚绊了我一下，我重心不稳，整个人朝前扑去，小腹直直撞上了连排椅的扶手，剧烈的钝痛从腹部炸开，我死死捂住肚子，弯下腰，感觉有热流从腿间滑下来，低头，白色的裤子上炸开一片刺目的红。沈婉的尖叫声在耳边炸开，她大喊着我的名字，还喊着救命。我的视线开始模糊，陆怀的脸变了色，朝我迈了一步。可就在这时，林若若捂着胃蹲了下去。怀哥，我胃痉挛了，好疼，我撑不住了。陆怀脚步停住了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林若若一眼，然后弯腰抱起林若若，快步冲向急诊方向。我趴在地上，用最后一点力气把手按在小腹上，肚子里还有2个孩子，他们不能有事。意识抽丝剥茧的离开身体，最后一个念头是霍野，你快来。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下意识摸向肚子，别怕，孩子保住了，2个都很坚强，和你一样。沈婉的声音从旁边传来，又哑又涩，她眼睛肿得像核桃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嗓子干得说不出话。沈婉往我嘴里塞了根棉签蘸的水，霍爷打电话来了，他得知你出事，正从乡下往城里赶。听到这个名字，胸口一直堵着的那股气总算松动了一点。沈婉帮我掖了掖被角，让我先养着，什么都别想。我点了下头，闭上眼睛，在医院躺了2天，医生确认指标稳定后，给我办了出院。出院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接雪球。走之前，我把他送到了宠物寄养中心，怕陆怀拿他威胁我。到了店里，店员一脸为难地告知我，苏女士，您家先生半小时前把猫接走了。我立马拦了辆出租车，直奔婚房。一路上，我给陆怀打了3个电话，一个都没接。别墅的门半敞着，我推开门的瞬间，一股浓烈的血腥味直冲脑门。客厅里，雪球最爱的猫爬架被砸得稀烂，散落的白色猫毛粘着深红的血迹，拖出长长的痕迹。我的视线顺着血迹往前移，角落里一团沾满鲜血的白色毛球蜷在墙角，身体已经僵了。不远处，林若若拎着一根高尔夫球杆，正嫌恶地用纸巾擦手上的血。这死猫挠了我一下，活该。她朝我扬了扬下巴，反正我对猫毛过敏。怀哥说了，留不得。我耳朵里嗡了一声，所有声音都消失了，然后又铺天盖地地涌回来。我抓起茶几上的水果刀，冲向他，怒吼着要杀了他。刀还没到他面前，一只手从侧面攥住了我的手腕。陆怀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，把我往旁边一甩，我整个人被摔在地上。你闹够了没有？一只猫而已，谁让他抓伤了若若？一只猫而已。对啊，一只猫而已。陆怀不回家的每个夜晚，一只猫蜷在我枕头边上。我呕得昏天黑地的时候，只有一只猫用脑袋蹭我的手心。一只猫而已。伸手触到雪球冰冷的皮毛时，我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我脱下外套，小心翼翼地把它包好，抱在怀里。雪球，妈妈带你走，这辈子再也不吃他一口饭了。我抱着他从陆怀面前走过，他张了张嘴，什么也没说出来。我走出别墅大门，院子外面的黑暗里突然亮了一束光，一阵粗粝的拖拉机引擎声响了起来。那台拖拉机停在别墅门口的路灯下面，浑身泥点子，跟这个高档小区格格不入。霍野从驾驶座上跳下来，满身泥土，裤腿上还沾着干草，像是从田埂上直接开过来的。他看到我怀里被血浸透的外套，脚步猛地顿了一下，然后3步并作2步走过来，没有问怎么了，没有问是谁干的，他只是
伸出手，很轻很轻地接过雪球的身体，那双手粗糙的像砂纸，关节上全是老茧。可他接的时候比捧瓷器还小心，他脱下自己里面那件还算干净的夹克，把雪球重新裹了一层。他嗓子哑得厉害，告诉我们他来接我和雪球回家。身后传来陆怀的声音，他追了出来，站在别墅台阶上，脸色铁青地看着我面前这个陌生男人，让我站住。他冲下来，伸手就要拽我，我条件反射地往后缩，躲到了霍野身后，不是装的，是真的怕他碰我。他的手僵在半空中，我躲开的那一下比一巴掌还疼，至少从他脸上的表情看，是的，但我已经不在乎了。霍野转过身，挡在我前面，他比陆怀高半个头，肩膀很宽，站在那里，拖拉机的灯光从身后打过来，把影子铺在地上。他语气冰冷地告知陆怀，从他让我在血泊里躺着没人管的那一刻起，就没资格再碰我。陆怀的表情扭曲了一瞬，怒斥这是他们的家事，质问霍野算什么东西，还往前逼了一步。霍野没动，只是低头看着他，像看一个不值得搭理的人，还说我不想跟他说话。然后他回头看我，眼神变得很轻，让我上车，外面冷。我点了下头，抱着包裹好的雪球上了拖拉机副驾，座位是硬的，颠得慌。但我坐上去的那一刻，突然觉得安全了。引擎重新发动，拖拉机的声音在深夜的别墅区里特别刺耳。我没有回头，但从后视镜里看到陆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他身后的别墅灯火通明，大门敞着，林若若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，催促陆怀快点送他去医院，说自己脸被猫挠的那一道好深。我看到陆怀转过头看着别墅里那张脸，他的嘴动了一下，后视镜太模糊，我看不清他说了什么，但拖拉机已经开远了。霍野一手握着方向盘，一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，很用力，像是怕我被风吹跑了一样。他轻声安慰我说，媳妇儿，到家了就好了。晨光从地平线上漫上来，拖拉机开在空旷的公路上，我靠着硬邦邦的座椅，低头看了看怀里的雪球，又看了看身边的人，眼泪滴在外套上，无声无息。霍野在市郊租了一间带院子的农舍，离医院不远，方便我产检。院子不大，有一棵老梨树，树下有一小块空地。到的那天下午，霍野从拖拉机后兜里拿出铁锹，在梨树下挖了一个坑，不深不浅，刚好够放下雪球。他把包裹好的雪球轻轻放进去，又找了块平整的石头立在旁边，用钉子一笔一画地刻上了雪球的名字。我蹲在那个小土堆前面，忍了一天的情绪终于撑不住了，不是之前那种无声的流泪，是嚎啕大哭，哭得蹲不住了，就跪在地上，额头抵着泥土，哭雪球，哭自己这些年受的委屈，哭那个地窖里饿了7天的小女孩，哭到最后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，只是抽泣。霍野一直蹲在旁边，没有劝我别哭，没有说一切都会好的，只是等我哭完了，递过来一条干净的毛巾，然后扶着我进屋。桌上放着一碗小米粥，没有海鲜，没有名贵食材，没有所谓的独家秘方，就是最普通的小米，加了一点南瓜。我看着那碗粥，胃没有翻涌，没有恶心，甚至有一丝久违的饿。我端起碗喝了一口，温热的米糊从食道滑到胃里，像一只手把皱巴巴的胃壁轻轻抚平了。我又喝了一口，然后一口接一口，一碗粥见了底。放下碗的时候，我看到霍野的眼眶红了，他别过头去，声音有点闷，说好吃就多喝点，锅里还有。说完转身就进了厨房，我知道他在里面偷偷擦眼睛。这碗粥是我3年来第一次不靠陆怀也能吃下的东西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在这个小院子里养胎。霍野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饭，都是最家常的菜，西红柿炒蛋、土豆炖豆角、清炒白菜，没有一道复杂的，但我居然每一道都吃得下，有时候吃完了还想添。他看我多吃了一碗饭，乐得在院子里种菜的时候都在哼歌，那种快乐很纯粹，不是你离不开我了的得意，是你能多吃一口饭我就高兴的纯粹。与此同时，陆怀在城里疯了一样找我，沈婉告诉我他冻结了我名下所有他给的银行卡，以为切断经济来源就能逼我回去，可我本来就没要他的钱。法院的传票寄到了他公司，起诉离婚的消息在他的圈子里传开了，他这才反应过来我是真的要离开。沈婉说他开始甩锅，说一切都是林若若挑拨的，粗暴的跟林若若分了手，扔了一笔钱给他。林若若走的时候扔下一句话，说陆怀会后悔的，他不好过，陆怀也别想好过。当时没人当回事，农舍的日子过得很安静。霍野白天在院子里翻地种菜，晚上给我熬汤，我的胃一天比一天好，脸上也开始有了血色，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两个小家伙在里面越来越能踢。有天下午，霍野蹲在菜地边上教我分辨刚发芽的菜苗，告诉我哪个是小白菜，哪个是萝卜，还让我摸摸萝卜叶子上的小毛刺，这样就不会搞混了。我伸手摸了一下，确实有点渣。我夸赞他种的萝卜好吃，他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挠了挠后脑勺，阳光打在他脸上，一点子都挡不住他笑起来的样子。院门忽然被人推开了，陆怀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补品和外卖。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我不知道，但他站在那里的时候表情很复杂，因为他看到了我在笑，那种发自心底的松弛的笑，跟他在一起的10年里我从来没有过。他语气依旧带着命令式的口吻，让我别闹了，跟他回去。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，告诉他这里才是我的家。陆怀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，他指着霍野，声音开始变质，嘲讽我把这种泥坑当成家，还质问我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胃有多金贵，强调只有他才能养活我，离了他我连饭都吃不下。一个尖锐的女声从院门外响起，反问陆怀，确定自己是在救我而不是在圈养我。林若若出现在门口，她脸上还有上次被雪球挠的痕迹，眼神里全是恶毒的快意。陆怀脸色一变，质问他来干什么。林若若没理他，径直走进院子，举起手机告诉我们他有段录音，觉得我应该听听。他按下了播放键，录音很清晰，是陆怀和他的心理医生的对话。陆怀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，说我的厌食症快好了。他有点慌，还说我如果什么都能吃了，就不再需要他了。他喜欢我只能依赖他的感觉。我的手开始发冷，录音还在继续。陆怀坦言自己开始研究更复杂的菜式，用最顶级的食材、最独特的秘
方不是为了治好我，而是为了用我的味道彻底覆盖我的味觉，让我对所有其他食物都产生排斥反应。他还说我是他最完美的作品，怎么能让我拥有离开他的能力？院子里安静的能听见风穿过梨树叶子的声音，我的指甲掐进掌心里。然后是最后一段，陆怀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平静，说林若若对猫毛过敏，正好是个完美的借口。那只猫分走了我太多的爱，他早就想除掉了，处理掉它，我就只剩下它了。我越痛苦，就越需要他这个救世主。录音播完了，梨树的叶子还在响，我盯着陆怀，他的脸是灰的，10年他做的每一顿饭，说的每一句我养你，流的每一滴眼泪，全是牢笼，全是锁链。他从没想过治好我，他只想让我永远离不开他。我叫了他的名字，声音很平，再次直言他，真恶心。他疯了似的扑过来想抢手机，霍野一脚把他踹在地上。林若若拿着那段录音离开了农舍，他走之前看了我一眼，没什么善意，也没有歉疚。他告诉我们，我恨他也行，但这段录音陆怀欠了他的，他要让陆怀付出代价，他做到了。第二天，录音被传到了网上，陆怀苦心经营了10年的深情好男人人设，一夜之间全面崩塌。那些曾经羡慕我嫁了个好老公的人，终于知道了真相。什么10年如一日的照顾厌食症妻子，什么不离不弃的深情，全是精心策划的精神圈养。他用味觉绑架了我整整10年。网上的评论铺天盖地，顶级 PUA 大师，以爱为名的变态控制狂。最恶心的是，他还杀了那只猫。他的餐厅被愤怒的网友围堵抵制，1周之内关了3家店，合作伙伴连夜解约，供应商拒绝发货。他从美食圈的天才新星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但他并没有来找我，他去找了林若若。沈婉后来告诉我经过，陆怀在一条巷子里堵住了林若若，问他为什么要毁他。林若若冷笑着说了一句话，说陆怀当初怎么对我的，他现在就怎么对陆怀，让陆怀也尝尝被人控制、被人利用完就扔掉的滋味。陆怀动手了，他把林若若打得住了2个月的院，脸上的伤因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，留下了永久的疤痕。陆怀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1年。这个消息传到农舍的那天，我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霍野在旁边择菜。听到消息后，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，只说了活该。我没吭声，日子继续过。霍野在院子里种的菜越来越多，西红柿、黄瓜、辣椒、茄子，梨树下面那一小片地被他侍弄得绿油油的。我的胃越来越好，从只能喝粥到能吃面条，到能吃米饭配菜，再到他做什么我都能吃。有天他给我做了一锅铁锅炖大鹅，我吃了3碗饭。他在旁边看着我吃，眼睛亮得跟灯泡似的，反复提醒我慢点吃，别噎着，锅里还有。这句话他说了无数遍，每一遍都很真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霍野不是普通的农民，他曾经是国内顶尖的植物学家，在农科院做过多年研究。5年前一场实验事故，他最好的朋友死在了实验室里，他一直觉得是自己的责任。心灰意冷之后辞了职，回乡下种地。有次他喝了点酒，说了句大实话，说种地比搞研究简单，种子埋下去就会长出来，不像人心那么复杂。我当时在旁边择豆角，听完想了很久，问他后来又为什么愿意回来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说因为有人比他更需要被从土里拉出来。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，离婚。我分文未取，净身出户，彻底斩断了和陆怀的一切。沈婉骂我傻，说那些钱本来就该是我的。我说不要了，他的东西1分都不想沾。离婚手续办完后的第3个月，我被推进了产房。霍野在产房外面走来走去，把走廊的地砖都快踩出坑了。沈婉在旁边坐着看不下去了，让他能不能坐下来，还说他这样晃得自己头晕。霍野直言坐不住。沈婉翻了个白眼，吐槽他在乡下犁地的时候怎么那么沉得住气。霍野说那不一样。沈婉嘴角是弯的。产房的门推开了，护士抱着2个小小的婴儿出来，恭喜我们母女平安。霍野的腿软了一下，扶着墙才站稳。他伸手接过孩子的时候，那双干过无数农活的粗糙大手轻得像在捧2颗刚结出来的果子。我被推出来的时候，看到他红着眼圈抱着孩子傻笑。沈婉在旁边拍照，哭得比谁都凶。我笑着闭上眼调侃他，说当了干妈还哭成这样。沈婉反驳说自己高兴，想哭不行吗？窗外有阳光照进来，暖烘烘的。半年后，农舍里多了2张婴儿床，院子里多了2个摇摇椅。霍野白天种菜带娃，晚上做饭哄睡，比任何一个全职奶爸都称职。2个孩子，一个叫霍念，一个叫霍安，安安静静，平平安安。我轻声调笑霍野，说还以为他会给一个孩子叫霍铁锅，一个叫霍大鹅。这个粗糙的汉子脸竟也泛红起来。我不太会带孩子，总是手忙脚乱。霍野就一边抱一个腾出脚趾去捡掉在地上的奶瓶。有次2个孩子一起哭，我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他一手一个扛在肩上，在院子里来回走，嘴里哼着一首跑了调的儿歌。2个孩子居然都不哭了。我站在厨房窗户后面看着他，忽然觉得日子原来可以是这个样子的，不用小心翼翼地看别人脸色，不用担心今天吃的东西会不会吐出来，不用害怕被抛弃、被控制、被当作作品来打磨。沈婉有次来看孩子，抱着霍念不撒手，嘟囔了一句，说我现在的日子才是人过的日子。我没说话，但心里知道他说的对。在这个不大的院子里，有泥土的味道，有菜苗发芽的清香，有孩子的笑声，有一个满手老茧但心里满满都是我的男人，足够了。后来霍也把院子里的菜越种越好，品质好到连城里的高端餐厅都主动来收购。我用以前学过的一点设计基础，帮他做了品牌包装，从一个小院子慢慢做成了一个有规模的有机农场。不是什么一夜暴富的故事，就是2个从泥土里爬出来的人，一敲一敲的把日子刨出来了。1年后，陆怀出狱了，他出来的那天没有人去接他，他一个人走在街上，瘦了很多，头发也长了。路过一个报刊亭的时候，他停下了脚步，架子上有一本财经杂志，封面是一张照片，照片里一个穿着棉布长裙的女人站在一片绿油油的农场里，她笑得很温柔，怀里抱着一个孩子，她旁边站着一个高大的男人，也抱着一个孩子，另一只手搭在她肩膀
榜上，他们身后是一大片生机盎然的菜地和一棵老梨树，标题印在下面，向死而生，昔日豪门弃妇携手植物学家打造有机农业新品牌，年入过亿。陆怀站在报刊亭前面看了很久，他把杂志拿起来翻开，那页有详细的报道，写他怎么走出创伤，怎么克服厌食症，怎么和爱人从一个小院子做起，一步一步把品牌做大。报道里提到了他，用的是前夫2个字，后面跟了一段话，我曾经以为自己离了他就会死，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那个让我差点死掉的人。陆怀的手在发抖，他抬头看了看街对面，那里曾经是他最得意的餐厅，现在大门紧锁，封条还在上面，玻璃上蒙了一层灰。他走过去，站在门口，透过脏兮兮的橱窗，看到里面落满灰尘的料理台和生了锈的锅具。曾经他在这里雕花摆盘，宾客满堂，所有人都夸他是天才，现在只剩下蛛网和霉味。他想起那碗海鲜粥，他用最顶级的食材、最独特的秘方、最精密的计算熬出来的那碗粥，不是为了救他，是为了锁住他。而他现在坐在1000公里外的院子里，吃着最普通的小米粥和炒白菜，笑得比任何时候都好看。他笑了一声，然后又笑了一声，笑着笑着就蹲下去了，蹲在自己曾经的餐厅门口，把脸埋在膝盖里。没有人经过，也没有人在意。这个城市里每天都有人失去一切，他不特殊，他的惩罚不是坐牢那一年，是出来之后要清清醒醒的看着自己亲手推开的人，在别人的世界里活得很好，而他自己只能烂在空荡荡的过去里，连一碗粥都没有人做了。梨树下，2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追着蝴蝶跑，霍念摔了一跤，坐在地上不哭，自己爬起来继续追。霍安比姐姐慢半拍，跟在后面跌跌撞撞的。我坐在梨树下面的椅子上看着他们。霍也从菜地里拔了根黄瓜，在衣服上蹭了蹭递给我，说刚摘的，脆。我咬了一口，确实脆。他从背后搂住我的肩膀，下巴搁在我头顶上，轻声喊我媳妇儿。我应了一声。他问我今晚想吃啥，我想了想，说想吃铁锅炖大鹅。他爽快的答应，说自己这就去抓，还叮嘱我别一个人搬重东西，等他回来。我冲他挥了挥手里的黄瓜，让他快去吧。他笑了一下，转身跑了。梨树上的花开了，白色的花瓣落了几片在我肩膀上。树下面那个小小的土堆前面，石头上雪球2个字被雨淋得有些模糊了。我弯腰用手指把字迹上的泥土拨开。雪球，妈妈现在过得很好。风把梨花瓣吹到了土堆上，像一小层雪。远处传来霍野追鹅的动静和2个孩子咯咯的笑声。我靠在梨树上，闭上了眼睛。我以为日子会就这样一直平静下去，陆怀会成为我生命里一道早已结痂的伤疤，再无交集。可我忘了，有些人就算跌进了谷底，也依旧不愿放过别人，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。陆怀出狱后的日子并不好过，他身无分文，名声尽毁。从前那些围着他转的朋友都对他避之不及，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厨艺成了别人唾弃他的理由。没有人愿意请一个用厨艺控制妻子的变态做厨师。他找了很多份工作，洗碗工、外卖员、工地小工，可都做不长久，要么是被人认出来被指指点点的赶走，要么是他自己受不了那份苦，半途而废。听说他最后流落到了桥洞底下，靠着捡垃圾为生，整个人瘦得脱了形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身上满是污垢，再也没有了从前那个美食圈天才的半分模样。沈婉偶尔会把这些消息告诉我，语气里满是解气，说这都是他自找的，当初他怎么对我的，现在就该遭什么样的罪。我只是淡淡听着，心里没有丝毫波澜。恨吗？曾经恨过，恨他的欺骗，恨他的控制，恨他害死了雪球，恨他让我在鬼门关走了一遭。可现在那些恨意都随着日子的安稳慢慢消散了，他的死活与我无关，我只想守着自己的小家庭，过好往后的每一天。霍野的有机农场在我们的用心经营下越做越大，从最初只有一个小院子的菜地，变成了拥有上百亩土地的大型农场。我们种了各种各样的有机蔬菜和水果，养了鸡鸭鹅，还有几头猪。农场的产品因为品质上乘、绿色健康，深受城里人的喜爱，不仅供应给高端餐厅，还开了线上店铺，生意火爆。我也重新拾起了自己的设计专业，成立了一个小小的设计工作室，专门为农场做品牌设计和包装设计。工作室的成员都是沈婉帮我找的，都是一些有才华又靠谱的年轻人。沈婉也在我的鼓励下，生活有了新的起色。出轨是绝对不能原谅的，也许是看到了我和陆怀的故事，沈婉突然就像放手这个不爱她的男人了。她和那个男人摊了牌，并找律师起诉了离婚，要求过错方净身出户。现在她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事业，成了我的工作室合伙人，把工作室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她常说，是我让她明白，女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失去自我，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男人身上。我们2个就这样互相扶持，一起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可幸福的日子总是容易被打破，陆怀还是找到了我们。那天，我和霍野带着2个孩子去农场的蔬菜大棚里查看蔬菜的生长情况。2个小丫头坐在小推车里，手里拿着小番茄，吃得一脸汁水。霍野牵着我的手走在前面，跟我聊着农场接下来的规划。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一切都美好的不像话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邋里邋遢的身影突然从旁边的玉米地冲了出来，拦在了我们面前。是陆怀，他头发花白，脸色蜡黄，眼窝深陷，身上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外套，脚上的鞋子也开了胶，手里还拿着一个脏兮兮的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几个空瓶子。他看到我的时候，眼睛突然亮了起来，像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。他朝我扑过来，嘴里喊着我的名字。霍野立刻
把我护在身后，又把小推车往后拉了拉，警惕地看着他。两个小丫头被吓到了，嘴里的小番茄掉在了地上，瘪着嘴想哭又不敢哭。我拍了拍孩子们的头，轻声安慰。陆怀看着我，又看了看霍野，再看了看两个孩子，眼神里充满了嫉妒和疯狂。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对着我磕了一个头，苦苦哀求我的原谅。他不断恳求我原谅他，跟他回去，还笃定我心里依旧有他。他一遍遍向我求饶，希望我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，承诺会好好照顾我和孩子。他一边磕头一边哭，额头很快就磕出了血。可我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心里没有丝毫同情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陆怀，你醒醒吧！我冷着声告诉他，我和他早就结束了，我现在的生活安稳幸福，根本不需要他再来插足。陆怀猛地抬起头，眼神疯狂地盯着我，不肯接受这样的结果。他偏执地宣称我是他的人，这辈子都只能属于他。他还恶意贬低霍野，说霍野出身普通，根本配不上我。陆怀伸手指着霍野，失态地让霍野放开我，说我是他的女人。霍野皱了皱眉，往前迈了一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霍野警告他，再敢胡说一句，就对他不客气。霍野身材高大，气场强大，只是一个眼神就让陆怀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可他还是不死心，依旧跪在地上对着我哭嚎。他知道我还在恨他，也明白自己错得离谱，愿意用一辈子弥补我。他说自己如今一无所有，只剩下我，若是我不原谅他，他就死在我面前。他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生锈的小刀，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。他开始倒数，威胁说我不跟他走，他立刻就抹脖子。数字落下，他的眼神越来越疯狂，手里的小刀也越收越紧，脖子上已经划出一道浅浅的血痕。霍野见状，刚想上前，被我拉住了。我摇了摇头，对着陆怀冷声道：你死不死与我无关。我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了陆怀的头上，他愣住了，手里的小刀也停住，不敢相信我会说出这样的话。我一字一句重复了刚才的话，彻底打碎他的幻想。我告诉他，我现在生活幸福，有疼我的老公，可爱的孩子，还有自己的事业。而陆怀不过是我生命里的过客，一个跳梁小丑，他就算死了，也只会脏了我的农场，碍了我的眼。我的话字字诛心。陆怀的脸色一点点变得惨白，手里的小刀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，他瘫坐在地上，眼神空洞，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。他喃喃自语，反复追问我为什么不肯原谅他。我说他不配，随即牵着霍野的手，推着小推车转身就走，没有回头，也没有丝毫留恋。本以为这样就能让陆怀知难而退，可他却做出了更加极端的事情。那天晚上，我和霍野带着两个孩子在家看电视，突然农场的保安给霍野打来电话，声音里满是焦急。保安告知霍野，农场的蔬菜大棚着火了。霍野猛地站起来，脸色大变，我也瞬间慌了神，手里的遥控器掉在了地上。蔬菜大棚里种着我们即将上市的新品种蔬菜，那是我们花了很多心血培育出来的，要是烧没了，损失惨重。霍野立刻拿起外套往外冲，他让我在家看好孩子，他先过去查看情况，我不肯独自留下，要跟他一起过去。外面火光冲天，农场的蔬菜大棚已经被熊熊大火吞噬，火舌舔舐着棚顶的塑料布，浓烟滚滚，呛得人睁不开眼睛。农场的工人们都在忙着救火，提水的提水，拿灭火器的拿灭火器，乱作一团。霍野抓住一个工人，追问起火的原因。工人表示不知情，只是巡逻时突然看到大棚着火，而且火势蔓延的极快。工人的话让我的心沉了下去，好好的怎么会突然着火，而且还烧得这么快？这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躲在不远处的树后面，正阴恻恻地看着这场大火，嘴角还挂着一抹诡异的笑容。是陆怀，是他放的火。我瞬间明白了一切，他就是想毁掉我们的农场，毁掉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和他一样一无所有。我大喊一声他的名字，朝他冲了过去。陆怀看到我冲过来，脸上的笑容更浓，转身就想跑。霍野见状立刻追了上去。霍野的身手很好，没跑几步就追上了陆怀，一把将他按在了地上。陆怀仰头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恶毒的快意。他就是要毁掉我的一切，他不好过，我也别想好过。他的话让我气得浑身发抖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告诉他他真是无可救药。我拿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。陆怀听到我报警，瞬间慌了，他不停哀求我不要报警，反复承认自己的错误。他开始拼命挣扎，想要挣脱霍野的束缚，可一切都晚了。警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，将陆怀带走了。看着陆怀被警察押走的背影，听着他歇斯底里的哭喊，我心里没有丝毫同情，这都是他自找的。纵火罪加上他之前的故意伤害罪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。大火被扑灭后，农场的损失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，10几个蔬菜大棚全部被烧毁，里面的蔬菜也全部化为灰烬。看着一片狼藉的农场，工人们都垂头丧气的。霍野拍了拍手，大声鼓励大家不要灰心，不就是几个大棚，他们可以重新建，蔬菜没了就重新种，只要人在，一切都可以重来。霍野的话像一颗定心丸，让大家重新燃起了希望。我也走到大家面前，笑着安抚众人，我让大家放心，所有的损失都由我和霍野承担，工人的工资1分都不会少，只要大家一起努力，农场一定会比以前更好。在我和霍野的鼓励下，工人们都重新振作起来，开始清理现场，准备重建大棚。沈婉得知农场着火的消息后，第一时间赶了过来，还带来了他工作室的所有员工来帮我们打理善后事宜。3个月后，农场的重建工作终于完成了，新的蔬菜大棚整齐地排列在农场里，里面种满了新的蔬菜种子，嫩绿的小苗从泥土里钻出来，充满了生机和希望。经过这件事，我和霍野的感情变得更加牢固，我们一起经历了风雨，一起扛过了难关，也更加懂得要珍惜眼前的幸福。沈婉的工作室也因为这次的事情名声大噪，接到了很多设计订单，生意越来越红火。2个小丫头也一天天长大，霍念像个小女汉子，活泼开朗，胆子大，每天都跟着霍野在农场里跑，帮着霍野
喂鸡喂鸭，摘菜浇水，活脱脱一个小农场主。霍安则像我，温柔安静，喜欢画画，每天都拿着画笔在农场里画画，画梨树，画大棚，画爸爸妈妈，画姐姐，画农场里的一切。看着两个可爱的孩子，我和霍野的心里都满是幸福。陆怀的判决结果也下来了，故意纵火罪，情节严重，加上他之前有犯罪前科，被法院判处了无期徒刑。这一次他再也没有机会出来兴风作浪了。听说他听到判决结果的时候，当场就疯了，在法庭上又哭又闹，最后被法警强行拖了出去。他这辈子都只能在监狱里度过，在无尽的悔恨和黑暗中度过余生，这是他应得的下场，罪有应得。林若若的消息我也偶尔会听到，她被陆怀打伤后，脸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，再也没有了从前的光鲜亮丽。她想靠着那张脸嫁入豪门的梦想彻底破碎了。后来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20岁的老男人，日子过得并不幸福。老男人对她并不好，经常打骂她，她为了生活只能忍气吞声。听说她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，可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依旧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。有人说这是她的报应，当初她怎么算计我，现在就该遭什么样的罪。我只是淡淡听着，不发表任何意见。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，既然选了，就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之间5年过去了。霍念和霍安都上小学了，霍念成了学校里的孩子王，性格开朗，乐于助人，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。霍安则成了学校里的小画家，他的画多次在市里的比赛中获奖，还被送到了省里参展。我的设计工作室也越做越大，从最初的几个人变成了几10个人的大工作室，在业内也有了一定的名气。我还受邀参加了国内外的各种设计大赛，拿了很多奖项，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设计师。沈婉也成了我的左膀右臂，工作室的大小事务都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他还利用自己的人脉为工作室拉来了很多大客户，让工作室的生意更上一层楼。我们两个成了业内有名的闺蜜搭档，被很多人羡慕。霍野的有机农场也发展成了集种植、养殖、采摘、农家乐、旅游为一体的大型生态农场，成了当地的一张名片。每年来农场旅游的人数不胜数，农场的年收入也突破了10亿。霍野也成了当地有名的企业家，还被评为了乡村振兴带头人。可他依旧没有改变初心，还是那个朴实憨厚的男人，每天依旧会去农场里干活，依旧会给我做我爱吃的饭，依旧会把我和孩子宠成公主。他常说没有我就没有他的今天，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就是遇见了我。而我想说，遇见他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。5年后的一天，是我和霍野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。霍野特意安排了一场浪漫的旅行，带着我和2个孩子去了海边。我们住在海边的一栋别墅里，推开门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。清晨我们一起去海边看日出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，波光粼粼，美轮美奂。傍晚我们一起去海边散步，踩着软软的沙滩，吹着温柔的海风，听着海浪的声音，无比惬意。2个小丫头在沙滩上堆沙子捡贝壳，笑得一脸开心。霍野牵着我的手走在沙滩上，低头看着我，眼神温柔。媳妇儿，结婚5周年快乐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，打开，里面是一枚钻戒，设计简约却格外精致。他告诉我，这是他特意为我设计的，上面的钻石是用农场里的玉米磨成粉，提取碳元素合成的，独一无二。我看着那枚钻戒，眼眶瞬间红了。我向他道谢，心里满是感动。霍野笑着让我不用客气，随手把钻戒戴在我的手指上，低头在我的唇上印下一个温柔的吻。海浪拍打着沙滩，像是在为我们祝福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旅行回来后，沈婉为我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派对，邀请了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。派对上，沈婉拿着话筒站在台上，向所有人送上祝福。她告诉大家，当天是我和霍野的结婚5周年纪念日，她祝我们永远幸福，白头偕老。她感慨，我们相识10几年，她看着我从被爱情伤害的女孩变成独立自信、光芒万丈的女人，她真心为我高兴。她说我值得所有美好，值得被全世界温柔以待。她承诺以后会一直陪着我，做我最坚实的后盾，和我一起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。沈婉的话让我热泪盈眶，我走上台和沈婉紧紧地抱在一起，我向她道谢，感慨这辈子有她这个闺蜜是我的福气。沈婉拍着我的背，轻声安抚我，让我不用这么客气。台下霍野抱着2个孩子，看着我，嘴角挂着温柔的笑容。亲朋好友们也都为我们鼓掌，送上最真挚的祝福。派对的气氛温馨而热烈，大家喝酒聊天，唱歌跳舞，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房间里。那一刻，我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心里满是幸福和满足。我想起了10年前那个被关在地窖里饿了7天的小女孩，那时的她绝望无助，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有幸福。可她没想到10年后，她会遇到一个满心满眼都是她的男人，会有2个可爱的孩子，会有一个无话不谈的闺蜜，会有自己热爱的事业，会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命运或许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磨难，很多挫折，但只要我们不放弃希望，不放弃自己，总会在黑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。总会有人穿越人海来到你身边，告诉你你值得被爱，值得拥有一切美好。就像霍野，他就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救赎，是我唯一的解药。派对结束后，我和霍野带着2个孩子回到了家。2个小丫头玩累了，一回到家就趴在床上睡着了。我和霍野坐在院子里的梨树下，看着天上的星星。梨树上的花又开了，白色的花瓣在月光下格外美丽。雪球的小土堆就在梨树下面，石头上的字迹被霍野重新描过，清晰可见。我轻声对着雪球的小土堆诉说，告诉他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我有爱人疼惜，有孩子陪伴，还有很多爱我的人。我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安稳快乐。霍野从身后搂住我，下巴抵在我的肩头，声音温柔。他告诉我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晚风卷起梨花瓣，绕着我们打了个旋，落在雪球
球的小土堆上，像一层薄薄的雪。我伸手摸了摸石头上被描红的字迹，心里轻轻叹了口气。若是雪球还在，此刻定是蜷在脚边打呼噜，蹭着我的裤腿要零食。霍野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轻声说：“第二天要去集市挑2只温顺的小奶猫，陪孩子也陪我。”我转头看他，他眼里映着星光，温柔的不像话。我笑着点头，心里的那点怅然被他的温柔揉得稀碎。第二天一早，霍野真的去了集市，回来的时候拎着一个竹篮，里面握着2只橘白相间的小奶猫，圆滚滚的，睁着湿漉漉的大眼睛，怯生生的缩在一团。霍念和霍安看到小猫，眼睛瞬间亮了，围在竹篮边，小心翼翼的伸手去摸，连说话都放轻了声音。霍安蹲在地上，指尖轻轻碰了碰小猫的脑袋，笑得眉眼弯弯，直说小猫可爱。霍念也一改平日里的小女汉子模样，温柔的给小猫顺毛，承诺会保护它们，不让任何人欺负。我看着孩子们欢喜的模样，看着霍野站在一旁，嘴角挂着宠溺的笑，心里满是温暖。我给2只小猫取了名字，一只叫团团，一只叫圆圆，凑个团团圆圆的好寓意。从那天起，院子里便多了2道小小的身影，团团和圆圆跟在孩子们身后跑，偶尔蜷在我的腿上睡觉。日子过得愈发热闹温馨，农场的生意越来越红火。我们在周边又承包了几百亩地，扩大了种植规模，还建了农产品加工厂，把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做成罐头、果干，销往全国各地。霍野依旧保持着每天去农场干活的习惯，不管多忙，都会去菜地里转一圈，看看蔬菜的长势，和工人们聊聊天。他常说，跟在泥土里，心才不会飘。我也依旧打理着我的设计工作室，沈婉成了我最得力的搭档。我们一起接项目，一起做设计，一起带着团队的年轻人成长。工作室的口碑越来越好，不仅做农场的品牌设计，还接了很多知名企业的设计订单，在业内站稳了脚跟。沈婉的变化也是肉眼可见的，她不再是那个被婚姻伤得遍体鳞伤、整日愁眉苦脸的女人，而是变得自信开朗、光芒万丈。她学会了爱自己，学会了享受生活，闲暇时会去健身、画画、旅行，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。有次我们一起喝咖啡，沈婉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，笑着感慨以前的想法太过局限。她从前总觉得女人结婚后就该围着家庭转，直到遇见我，她才明白女人最该依靠的从来都是自己。我端起咖啡和她碰了碰杯，赞同地说，我们都要为自己而活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是啊，女人这一生从来都不是谁的附属品，我们可以有爱情、有家庭，但更要有自己的事业、自己的追求、自己的光芒，日子过得安稳而幸福。可我没想到陆怀的家人会突然找到我。那天我正在工作室和沈婉讨论一个设计方案，前台突然打来电话，说有2位老人找我，说是我的前公婆。我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是陆怀的父母。我和陆怀结婚10年，他的父母对我始终不冷不热，嫌弃我家道中落，嫌弃我有厌食症，不能给陆家传宗接代。陆怀出轨的那3年，他们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甚至觉得林若若比我更适合做陆家的儿媳妇。我没想到他们会在这个时候来找我，我让前台把他们带到会客室，和沈婉交代几句后便走了过去。会客室里，陆怀的父母坐在沙发上，头发花白，脸上满是疲惫，看到我进来连忙站起身，眼神里带着讨好。陆怀的母亲拉住我的手，语气急切，说他们找了我很久，终于见到了我。我抽回手，拉开椅子坐下，语气平淡地问他们来找我的目的。陆怀的父亲叹了口气，脸上满是愧疚，说以前是他们对不起我，骄子无方，让我受了太多委屈。陆怀的母亲接过话，眼眶红了，说陆怀在监狱里身体越来越差，还查出了胃癌，医生说再不治疗就来不及了。老两口没什么本事，攒的钱早就被陆怀败光，实在拿不出治疗费，希望我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救救他。他说着就要给我跪下，我连忙伸手拦住了他。我平静地告诉他们，我和陆怀早就离婚，夫妻情分在他伤害我的那一刻就已经烟消云散，他落到今天这个下场都是自己造成的，和我无关。陆怀的父亲急着劝我说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陆怀已经知错悔改，每天都在监狱忏悔，希望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我冷笑一声，说自己给过他无数次机会，是他自己不珍惜，亲手推开我，毁掉了所有情分。他在监狱忏悔不过是因为过得落魄，若是依旧风光，根本不会记得自己的错。我直言，他只会觉得一切都是他应得的，我离开他是我的损失。陆怀的父母被我说得哑口无言，脸上满是羞愧和无奈。陆怀的母亲哭着说，那是一条人命，他们只有这一个儿子，若是他没了，老两口也活不下去。我语气冰冷地表示，那是他们的事，和我无关。我站起身，劝他们趁早离开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我明确告诉他们，我不会救陆怀，就算有再多钱，也不会花在伤害我的人身上。说完，我便转身走出会客室，让前台把他们送出去。回到办公室，沈婉看到我脸色不好，连忙递过来一杯温水，询问我情况。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沈婉，她气得一拍桌子，怒斥对方厚颜无耻。她觉得陆怀落到这个地步是报应，根本不值得同情。我喝了一口温水，压下心里的烦躁，劝他别气，不值得为这种事动怒。我压根没把老两口的话放在心上，陆怀的死活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话虽如此，可陆怀父母的到来还是让我心里泛起了一丝涟漪，不是因为心软，而是因为庆幸自己当初果断地离开了陆怀，庆幸自己遇见了霍野，才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。若是当初我一时心软，原谅了陆怀，现在的我又会是什么样子？恐怕依旧活在他的控制和算计里，依旧是那个连吃饭都要看他脸色的傀儡吧。陆怀的父母并没有就此放弃，他们每天都守在工作室楼下，看到我就上前哀求，甚至还跪在地上，引得路人纷纷围观，说我冷血无情，忘恩负义。沈婉气得要报警，被我拦住了。我觉得没必要和老人计较，报警反而落人口实，让他们闹够了，自然就会离开。我料定他们只是想利用舆论逼我就范，所以始终不为所动，不管他们怎么闹，我都视而不见。果然，他们在工作室楼下
架闹了1个星期，见我始终态度坚决，路人也从最初的同情变成了厌烦。知道真相后，还纷纷指责他们教子无方，他们这才灰溜溜的离开了。后来我从沈婉口中得知，陆怀的父母离开后又去了监狱，想看看陆怀，却被监狱的工作人员拦了下来。因为陆怀在监狱里依旧不安分，经常和其他犯人打架，被关了禁闭，连探视都被取消了。而陆怀的胃癌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，越来越严重。监狱的医院条件有限，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保守治疗，每天都活在病痛的折磨里。沈婉说这些的时候，语气里满是解气，觉得这是陆怀应得的报应。我只是淡淡听着，心里没有丝毫波澜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陆怀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，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，怨不得别人。日子依旧按部就班的过着。农场的农产品加工厂正式投产，第一批罐头和果干上市后，便受到了消费者的一致好评，订单源源不断。我和霍野商量后，决定做公益，拿出一部分利润，资助那些贫困山区的孩子，给他们建学校、送书本和文具。霍野说，我们能有今天的成就，离不开大家的帮助，现在有能力了，就该尽自己的一份力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我很支持他的想法，我们一起去了贫困山区，看到那些孩子们在破旧的教室里上课，眼睛里却满是对知识的渴望，我的心里满是触动。我们给孩子们建了新的教学楼，配备了新的桌椅和教学设备，还请了优秀的老师来支教。孩子们看到新的教学楼，笑得一脸灿烂，围着我们喊叔叔阿姨，那一声声稚嫩的呼唤，让我和霍野的心里满是温暖。霍念和霍安也跟着我们一起去了山区，看到那些和他们差不多大的孩子，没有好看的衣服，没有好玩的玩具，却依旧努力学习，他们深受触动。回来后，霍念把自己的玩具和书本都整理出来，捐给了山区的孩子，还说以后要经常去山区给那些孩子上课，教他们画画。霍安也画了很多画送给山区的孩子，画里有漂亮的房子，有绿油油的草地，有飞翔的小鸟，满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。看着孩子们懂事的模样，我和霍野都很欣慰。我们希望他们能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，懂得善良和感恩，长大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之间，霍念和霍安都上了初中。霍念继承了霍野的爽朗和仗义，成了班里的班长，不仅学习成绩优异，还很会照顾同学，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。他还喜欢上了篮球，每天放学都会去篮球场打球，阳光洒在他身上，汗水浸湿了他的校服，整个人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霍安则继承了我的安静和细腻，依旧喜欢画画，他的画技越来越精湛，多次在全国性的绘画比赛中获奖，还被美术学院的教授看中，收为了弟子。他的画里大多是农场的风景，有梨树，有大棚，有鸡鸭鹅，有团团和圆圆，还有我和霍野，满是温暖和爱意。我的设计工作室也在我和沈婉的努力下，成了业内顶尖的设计工作室。我们在全国各地开了分公司，还和国外的设计公司展开了合作，把中国的设计文化推向了世界。沈婉也成了业内知名的设计师，她的设计风格大胆、新颖、独特，深受客户的喜爱。她和她老公的感情也依旧甜蜜，他们还生了一个二胎，是个可爱的小男孩，凑了一个儿女双全的好寓意。沈婉常说，现在的她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样子，有事业，有家庭，有闺蜜，有孩子，人生圆满。霍野的农场也发展成了全国知名的生态农场，成了乡村振兴的典范。霍野也经常被邀请去各地做演讲，分享自己的创业经验，帮助更多的农民致富。他依旧是那个朴实憨厚的男人，不管取得了多大的成就，都始终保持着初心，对我依旧宠溺，对孩子依旧疼爱，对身边的人依旧友善，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。转眼之间又是5年过去了，霍念考上了名牌大学，学的是农业专业。他说以后要回来帮霍野打理农场，把农场做得更大更好，帮助更多的农民致富。霍安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，继续追寻他的绘画梦想。他的画在国内外都有了一定的名气，还举办了自己的个人画展。霍希也上了小学，继承了霍野的憨厚和我的温柔，性格软糯，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，还喜欢上了钢琴，每天都会弹上一曲，琴声悠扬，绕梁3日。我的设计工作室在我和沈婉的带领下依旧蒸蒸日上，我们还成立了设计基金会，资助那些有才华却家境贫寒的设计专业学生，为设计界培养更多的人才。沈婉的儿子也上了小学，和霍希在同一个学校，2个孩子经常一起上学，一起放学，感情很好。沈婉和她老公的感情也依旧甜蜜，他们一起经营着工作室，一起照顾孩子，一起旅行，日子过得有声有色。霍野的农场也成了国家级的农业示范园，不仅种植有机蔬菜和水果，还发展了生态旅游和研学教育，每年都有很多学生来农场研学，学习农业知识，体验农耕生活。霍野还成立了农业合作社，带领周边的农民一起致富，让更多的人过上了好日子。他也被评为了全国劳动模范，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，成了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。可他依旧保持着每天去农场干活的习惯，不管多忙，都会去菜地里转一圈，拔拔草，浇浇水，和工人们聊聊天。他常说，他这辈子就是一个农民，跟在泥土里，永远都不能忘本。在霍念大学毕业的那年，我们一家人去了国外旅行，庆祝霍念毕业。一路上，孩子们欢声笑语，霍野牵着我的手，陪我看遍世间的美景。在河畔，霍野拿出一个戒指盒，单膝跪地向我求婚。戒指盒里是一枚定制的钻戒，上面刻着我们一家人的名字，还有农场的梨树图案。霍野看着我，眼神温柔，声音哽咽。他说，我们已经结婚15年，谢谢我陪他走过风雨，让他成为最幸福的男人。他说，遇见我之后，他才知道人生可以这么美好。他希望往后余生还能牵着我的手，看遍美景，慢慢变老，直到地老
老天荒。我看着单膝跪地的霍野，看着他眼里的深情和泪光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霍野把钻戒戴在我的手指上，起身把我紧紧抱在怀里，在我额头上印下一个温柔的吻。孩子们围在我们身边，拍手欢呼，微风拂过，带着浪漫的气息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旅行回来后，我们举办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复婚仪式，没有邀请太多的人，只有亲朋好友和农场的工人、工作室的员工。仪式上，霍念作为代表发言，他看着我和霍野，眼里满是泪光。他感谢我们给了他幸福的家，教会他善良、勇敢、感恩。他小时候以为幸福是玩具和零食，长大后才明白，幸福是家人陪伴，是平安健康。他承诺以后会回来帮父亲打理农场，和我们一起把农场做好，让更多人过上幸福生活。霍念的话让在场的人都热泪盈眶。霍安也拿出了他画的一幅画，画里是我们一家人站在梨树下，笑容灿烂，旁边是农场的大棚，还有团团和圆圆，满是温暖和爱意。他把画送给我们，希望我们永远幸福恩爱。霍希也拿着他弹的钢琴曲谱，奶声奶气地说要为我们弹奏乐曲，庆祝复婚快乐。看着3个懂事的孩子，我和霍野的心里满是温暖和欣慰。仪式结束后，大家一起在农场里吃饭、喝酒、聊天、唱歌、跳舞，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农场。沈婉走到我身边，递给我一杯红酒，和我碰了碰杯，恭喜我再次嫁给爱情。我笑着向他道谢，说这15年多亏有他陪伴，不离不弃。我们约定做一辈子的闺蜜，以后一起变老。看着孩子长大成家，我和沈婉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心里满是感动。这辈子能遇见霍野是我的幸运，能遇见沈婉是我的福气。日子依旧过得平淡而幸福。陆怀的消息也偶尔会从别人口中听到，听说他的胃癌越来越严重，监狱的医院已经无能为力。他的父母想把他接出来治疗，却因为他是无期徒刑，没有得到批准。他最终在监狱里病逝了。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，孤零零的，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。他的父母想给他办葬礼，却连丧葬费都拿不出来，最后还是监狱的工作人员帮忙，简单处理了他的后事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心里没有丝毫波澜。他的一生可悲又可叹，可这一切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。从他选择背叛我，选择控制我，选择害死雪球的那一刻起，他的人生就已经注定了悲剧。而林若若，听说她后来和那个老男人离了婚，带着孩子独自生活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她没有一技之长，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。孩子上学需要钱，家里的开销也很大，她每天都活得焦头烂额，再也没有了从前的光鲜亮丽。有人说她后来见过陆怀一次，在监狱里，可2人见面后却只有互相指责、互相谩骂，最后不欢而散。这就是他们的结局，互相算计，互相伤害，最后两败俱伤，落得个身败名裂、孤苦伶仃的下场。而我在经历了风雨之后，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彩虹。我有温柔体贴、宠我爱我的老公，有懂事可爱、孝顺贴心的孩子，有无话不谈、不离不弃的闺蜜，有自己热爱并为之努力的事业，有一个幸福美满、温馨和睦的家庭。我不再是那个被陆怀锁在牢笼里，连吃饭都要看别人脸色的小女孩，而是变成了一个独立、自信、坚强、光芒万丈的女人。我学会了爱自己，学会了珍惜眼前的幸福，学会了在风雨中坚强，在阳光下微笑。又是一个春天，梨花开满了枝头，洁白的花瓣像雪一样铺满了整个院子。霍野在菜地里干活，我坐在梨树下的摇椅上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嘴角挂着温柔的笑。霍念在农场的办公室里处理工作，霍安在画室里画画，霍希在院子里弹钢琴，琴声悠扬，绕着梨树打了个旋，飘向远方。团团和圆圆全在我的脚边打着呼噜，阳光透过梨树的枝叶洒下来，落在我身上，暖烘烘的。我们在梨树下铺了野餐垫，摆上了甜点、水果、饮料，微风拂过，梨花瓣簌簌落下，落在野餐垫上，落在我们的身上，像一层薄薄的雪。雪球的小土堆就在旁边，石头上的字迹依旧清晰可见。我轻声对着小土堆诉说，感慨现在的日子安稳美好。风卷起梨花瓣，落在小土堆上，像是回应。霍野伸手握住我的手，掌心温热，眼神温柔。媳妇儿，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我靠在他怀里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看着漫天飞舞的梨花瓣，看着身边的家人和闺蜜，笑着点头。我轻声应下，相信日子会一直向好。